每当有什么争议事件爆发的时候，你觉得自己通常是站在主流观点的一方，还是都跟大众持不同想法呢？有不少人在面对分歧的时候，都会觉得对方太过偏颇，而自己的意见则是比较普遍的想法。不过，这种认知真的正确吗？又为什么有很多人常常会这样想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错误共识效应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假设今天你在大学的某堂课评分的方式是交一份期末报告，而且可以选择自己完成报告，或是3个同学一组一起交一份报告。不管是自己做或是小组完成，都不会影响评分标准。但是3人一组的话呢，不管怎么分工，同组的人都会拿到一样的成绩。那么你会选择哪一种方式？还有，你觉得在一个班里面选独立报告的人会比较多，还是选小组报告的比较多呢？刚刚说的这些其实是一次真实的心理学实验内容。实验结果是，有80%的受试者呢选择独立报告，而选小组报告的只有2%。但是两边的受试者都认为，应该有过半数的人跟自己做出了一样的选择。也就是说呢，无论自己实际上面到底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人们普遍都会倾向觉得自己的观点是主流意见、普世价值。而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是错误共识效应。那这种错误共识效应到底怎么来的？有这种错觉是坏事吗？又该怎么样避免呢？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要干净的居家环境，就得拼命的打扫，一天到晚扫地拖地，是不是让你光想到就觉得累？那就别错过石头 S8 Pro Ultra 扫地机器人。它不仅洗拖烘一起搞定，独家的双声让主刷设计，业界最强的6000帕吸力和每分钟3000次的声波震动拖布，更能够深层清洁脏污。此外，它也支援自动上下水，还有3D 结构光识别，可以精准闪避障碍物。更厉害的是，它还有10合1全自动清洁座，从补水、集尘、加清洁剂、洗拖布，还有烘干等等，通通都能由机器代劳，完全不用自己动手。即日起，石头科技双11限定超杀优惠指定通路，限量200台，只要29888，现省1万元，还加码充 iPhone 15哦！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看看更详细的产品介绍和优惠活动吧。有学者指出这种误以为自己的看法代表主流观点的错误共识效应发生的原因很多，也可能因人而异。不过还是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原因。首先是人类自我中心的天性，人们可能会为了替自己的失败过错开脱，而用错误的方式认知这个世界。比如有个学生作弊被抓到，他可能就会想说，当学生的都会作弊，我只是比较衰被抓而已。而这样的现象呢，就叫做自我中心的偏误。另外，也可能是我们的同温层所导致的。由于我们通常会倾向跟志同道合的人来往，那久而久之，社交圈里面就会有比较多跟自己价值观接近的朋友。同时，社群平台的演算法呢，也可能让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大部分资讯都符合我们的偏好与既有认知，或者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下意识的去寻找相同意见，忽略不同的意见。那在这样子的舒适圈里面待久了，就容易会有大家都跟我想法相同的错觉。那除了这2点之外，也有学者补充很多时候当人们不太确定多数人是怎么想的，就会惯性的依赖自己的记忆去推论，因此呢，会先用自己的主观经验跟想法去假设别人也这样想。但吊诡的是，有的时候人又会反过来觉得自己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社会心理学里面有个跟错误共识效应相反的现象，叫做虚假独特性效应，指的是人们在看自己的某些品德或能力的时候，会倾向认为自己的这些特质是不平凡的。比如说呢，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在平均之上，或者是觉得跟多数的同侪相比，自己是属于比较没有偏见的人。但这些感觉通常都不是真的而是个人的错觉。那这种错觉呢，尤其容易在我们面对外团体的时候出现。所谓的外团体呢，是一种心理学上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你对他们有认同感或是归属感的群体，就有点像是中文说的非我族类。举例来说呢，一些有种族歧视观念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的种族比别的种族优秀，或者某些宗教的信徒呢，可能会觉得其他的宗教都是骗人的宗教。这样乍听之下呢，错误共识跟虚假独特性好像是2个互相冲突的概念。不过，其实他们也都蛮普遍的，也常常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呢，也有共同的成因。有学者认为，这2种现象呢，都是人们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所产生的心理机制。
有研究发现，我们在看自己不好的一面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出现错误的共识，认为自己不好的地方其实很普遍，别人也会这个样子。比如有个人今天冲动购物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会在心里面默默安慰自己说，大家都会有乱花钱的时候。而在看自己好的一面的时候呢，则容易出现虚假的独特性，觉得自己的长处啊、优点是很独特的，多数人都没有。比如有个人带爸妈出去旅游，他就可能会有点自豪的想说，像我这么孝顺的人很难得吧。那研究就指出，这两种效应呢，可能都跟人们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也就是要保护、维持我们的自尊心，来让自己心里面好过一点点。这就包含了让我们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可以有个理由去告诉自己不用那么气馁啊、内疚，然后赶快的振作起来，然后在面对成功的时候，也可以找到理由去赞美跟肯定自己。听起来这两种效应好像蛮好的，可以让我们更不容易受到打击，也会更肯定自己的价值。不过这两种效应呢，本质上面都是让人们产生偏离现实的想法来达成的，也就是某种认知偏误。那有学者就警告，这种认知偏误呢，对我们来说未必是好事，更可能会在无形当中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有学者指出，错误共识跟虚假独特性这两种认知偏误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会让我们选择性的忽略事实。在错误共识效应之下呢，我们就有借口去合理化自己的过错，等于是失去反省的机会，那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一再犯下同样的错。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个人因为罹患精神疾病会家暴小孩，那为了缓解自己的愧疚感，他可能就会说大家都是这样教育下一代的。但是这样一来啊，他可能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心里生病了，也就无法停止家暴的行为。另外呢，它也可能会让我们更容易相信跟散播假新闻。当这个资讯是符合自己期待跟价值观的，我们可能就会直接把它当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甚至进一步的传播出去。而至于虚假独特性效应呢，则可能会让我们过度的自负，那这样子不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也可能导致我们不再努力。像是有些学生可能因为某一次数学考试分数不错，就以为自己的数学比普遍的大众还要好，不需要像其他同学一样苦读，结果下一次考试反而变成吊车尾。那既然这些认知偏误会导致这么多的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呢？根据心理学者的建议想要克服错误共识跟虚假独特性的认知偏误，最重要也最难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培养一些习惯来对抗我们人类的一些天性。首先是养成刻意思考的习惯，因为人类的大脑呢，多半都是以尽可能省力的方式在运作，能用直觉解决的事情就不会深入去思考。所以有专家建议在遇到一个争议话题的时候，可以试着练习，不要马上下结论给评价，而先想出至少2种不同立场的观点，然后再归纳出自己的想法，来避免自己用直觉做出武断判断。另外呢，你也可以进一步的把自己形成观点的过程写下来，过一阵子呢再去重新检视，看看有没有出现什么不合理或是违背现实的地方。那之所以要这样子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也有相信自己是对的天性，所以思考的当下呢，可能也很难察觉自己的认知偏误，必须要隔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以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论述。最后，专家也建议大家可以练习跨出舒适圈，打破同温层，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都比较习惯接触自己熟悉的气味相投的人事物，但如果能够在生活当中持续的跟不同的背景、不同立场的人互动，那或许就能够更清楚的意识到，并且去接受各种观点的存在。今天介绍的错误共识效应呢，其实我们也蛮心有戚戚焉的。虽然这个理论在1970年代就被提出了，但我们觉得这种认知偏误的状况到了现在好像又变得更严重跟更危险了。因为在社群媒体的普及之下，我们接受资讯的管道就很容易会被演算法给把持，变成是就算我们没有故意要一直待在同温层里面，演算法还是可能会混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再加上现在各种假新闻不实资讯也出现的更多更频繁了，那如果接收到偏颇的观点，或是刻意想要误导我们的来源的时候，我们又过度的相信自己的看法，就可能不太会去怀疑自己眼中合理的资讯，那这样呢，就可能会让不实的资讯更深植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尤其如果我们轻信的是一件攸关自己生涯发展的事情，或是社会上面的重大争议，那真的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也认同面对争议，我们应该都要养成习惯，小心考量别人给的资讯，或是我们自己的脑袋有没有在误导我们的判断了。那虽然在现在的这样的环境当中，要像专家建议的那样子维持头脑清醒，把每一件事情都思考透彻，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但我们觉得有这种不想被误导的心态，或许就算是踏出第一步了吧。毕竟如果一个人心态就是要寻求认同，那即使有再强力的证据摆在眼前他可能还是会觉得自己的想法才是王道，是最有道理的。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已经在想办法避免认知偏误了，或许就代表他心态上面已经接受这个世界是多元的，而自己的想法并不总是正确的。好的，那最后呢，想要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有错误共识效应吗？超有，常常呢要到民调或是选举结果出炉，才发现自己想的跟现实差超多。或多或少吧，比如自己打从心里认同的信念或是价值，难免会以为别人也认同。自己没有，我很常自我怀疑，包含自己的想法。替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错误共识效应。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为什么认错道歉那么困难，以及台湾的媒体还有救吗？那么今天的这一期七招什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